今天我们要聊聊两件跟你我的钱包息息相关的事情。第一，邮局推出存款新制，网路转定存的额度一夕之间大降200万元。第二，银行的旧式存折如果长期没去补登，关键时刻可能失去法律效力。这两件事看似不相关，却都影响着我们管理财富的方式。为什么邮局要突然砍掉转存额度？不刷存折又会带来什么麻烦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两个话题，揭开其中的玄机。想象一下，你打开邮局的手机 App， 想把活存里的一大笔钱转成定存，却跳出提示告诉你超过上限无法转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另一方面，翻翻家中的银行存折，厚厚一本，上次补登竟已是5-6年前。你以为现在网银方便，纸本存折无足轻重，但某天申请贷款时却被要求出示存折记录，这时才发现多年没更新的存折派不上用场。这两种情境听起来是否都令人担忧？别急，让我们一一拆解。先来说第一件事，邮局存款新制，大砍转定存额度200万元。这是最近金融界的一大新闻。中华邮政宣布，自2026年3月14日起，调整网路邮局及行动邮局上综合储金存部转定期的金额限制。过去透过数位通路、网路或 App 办理活存、转定存，每笔、每日甚至每月累计金额上限是300万元。现在新规定一口气降到只剩100万元。也就是说，不管你一次转还是一天内分几次转，一个月内通通加起来最多只能转新台币100万元去定存。比起旧制整整少了200万的额度，这样的大幅缩水，影响可不小。根据邮局统计，全台约有114万个综合储金账户会受到这项新制影响。所谓综合储金账户，就是同时拥有活期存款和定期储金功能的账户。一般储户可以随时在活存与定存之间转账，非常方便。如今限额骤降，等于为这上百万户习惯线上转定存的储户踩了刹车。许多人好奇，邮局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毕竟一般银行很少听说限制客户把钱转成定存，存得越多，银行不是更欢迎吗？邮局给出的官方说法是，参考金融同业做法，考量资金运用效率，所以决定调整门槛。听起来官腔满满，资金运用效率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可以从邮局存款利率的现况来一探究竟。目前邮局活期储金的年利率大约只有 0.83%， 而且活存金额中超过100万元的部分是没有利息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在邮局活存账户里放了200万元，只有前100万享有 0.83% 的年利率，剩下的100万邮局1毛利息都不给你。相较之下，1年期定期储金的固定年利率有 1.725% 左右，足足是活存利率的2倍多。利差这么大，难怪懂行的民众都习惯把闲钱转进定存，以免自己的钱白白躺在活存账户里睡觉。现在问题来了，邮局活存超过100万不计息，大家当然想办法把钱转成定存吃利息。以前网路转定存一天300万的额度几乎够用，很多人干脆把多余的钱一股脑转成定存锁住利率。有些资金多的储户可能每月固定把活存余额转成定存，有进有出，十分灵活。邮局看在眼里，心里可不一定乐见。因为对邮局而言，活存利率低，甚至超额部分免息，等于拿客户的大笔资金近乎免费使用。可一旦转成定存，邮局就得支付较高利息，资金成本提高，获利压力也大。所以这一次干脆调降线上转存额度，让你在家用手机转钱时卡关。官方虽然不明说，但不少人猜测，这是邮局在变相减少定存利息支出的一招，透过设定一个不太友善的大额转存门槛，来降低大家把大钱一股脑转定存的意愿。毕竟额度有限，你如果真想转超过100万，只好亲自跑一趟邮局，而很多人嫌麻烦，可能就干脆懒得转那么多了，结果钱留在活存账户，邮局少付利息，资金调度更从容，所谓资金运用效率也就提高了。当然，邮局不会阻止你存大笔钱，只是不让你轻松在网络上一次转那么多。
如果你真的有超过100万元的资金想存定存怎么办？邮局也提供了解方，带着你的综合存折和原留印件到邮局柜台亲自办理活期转定期，无论金额多大，临柜都能一次转存完成，并不会剥夺你把钱存定存的权利。只是相比在家点点手机，轻跑银行多了不少手续和时间成本。或许有人说，这新规定影响的主要是大户，普通人哪有那么多钱一次转？但你可别忘了，随着通货膨胀和资产累积，100万元存款其实不一定是超级有钱人才遇得到的情况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你辛苦存了300万元准备买房头期款，暂时放在邮局等待时机。以前你可以灵活的把这300万转成短期定存，吃点利息，反正需要用时随时解约。现在你如果遵守新制，在家操作，一次只能转100万，当月剩下的200万转不了了。如果你嫌跑邮局麻烦，一拖再拖，这200万放在活存账户，超过部分没利息，每年损失的利息大约有23000元，这可不是小数目，相当于白白少领了一台新手机的钱，只因为嫌麻烦不去柜台。而这样的情况正是邮局新政策下可能发生的日常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邮局此举也许是希望趋近一般银行的做法，提高安全性和风控。一般银行在网络转账到他行时，往往预设每天100万元上下的上限，以免发生盗用损失太大。但是在自家活存转定存这种内部操作，银行通常没有金额限制，毕竟钱还是在同一家机构里。邮局现在反倒限制自家资金流转，引发不少讨论。有些网友戏称，这措施对我们小资族没差，反正没那么多钱转来转去，真正烦恼的是大户和贪官污吏吧。这话虽然玩笑成分居多，但也反映一般小额储户可能觉得事不关己。然而正如刚才所说，随着资产成长，谁知道哪天你就会遇上这门槛。特别是中壮年存款稍多的人，退休领了大笔退休金存在邮局的人，甚至有些中小企业把邮局当金库周转的，都难免受到影响。100多万受影响账户背后可不只是富豪，还可能有许多信任邮局的阿公阿嬷或小本经营者。邮局定存利率虽不算市场最高，但邮局胜在形象稳健，有政府信用背书，不少人偏好把钱存在邮局求个心安。因此储蓄户对这次政策改变格外关注。那么新制下我们该怎么自处？首先，如果你的资金转定存额度可能超过100万元，最好预留时间去邮局柜台办理，不要等到最后一天想在线上转才发现碰壁。其次，留意邮局未来是否还有相关调整，例如利率变动或其他转账规定，毕竟这次是参考同业，未来难说不会再调整。最后，也可以比较其他金融机构的服务。如果你觉得邮局的新门槛太麻烦，可以考虑部分资金移到一般银行或网络银行。很多银行没有这种转定存限制，有些数位银行定存利率更优，操作也方便，资金配置灵活一点，也许能降低新制带来的不便。总之，邮局这刀虽然砍得猛，但还不至于伤筋动骨，毕竟你该存的还是能存，只是手续麻烦些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调整习惯，该跑银行就跑，别让自己的钱睡太久，拿不到利息。说完了邮局的新花样，我们再来看看银行的老东西——存折。现在的年轻世代也包括不少中年人，可能已经好久没碰过银行存折了。行动银行、网络银行如此方便，转账、缴费、对账都在线上搞定，谁还会特地跑去银行让行员在存折上盖章刷簿子呢？你有多久没补登存折了？恐怕不少人跟我一样，家里抽屉某个角落躺着一本厚厚的存折，上面的最后交易记录可能还停留在好几年前。近来就有网友在社群上分享，过年大扫除翻出银行和邮局存折，一看竟然6年没刷过。他感叹现在大家都用 App 查余额，难道存折补登这种事已经过时了吗？有人甚至质疑银行还规定要刷存折的必要性，觉得在资讯化时代，强制补登存折既浪费时间，又浪费纸张。不出所料，这番提问引发网友热烈讨论，有内行人跳出来解答，其实银行并没有硬性规定你一定要多久刷一次存折，
你爱怎么用是你的自由，哪怕一辈子不补登都没人会罚你。然而，问题的关键不在规定不规定，而在于不补登可能带来哪些后果。有经验的人指出，如果账户经常有资金进出，最好还是定期补登存折，否则真到关键时刻，存折交易明细这种看似老派的东西会突然变得无可取代。这句话怎么解释呢？我们先来搞清楚银行存折补登的作用。所谓补登，就是把自上次盖章后所有的交易记录一次列印出来。假如你很久没刷存折，你的账户其实还是每天在运作，只是不会及时反映在存折上。而银行的系统有个设计，当未补登的交易累积到一定数量时，系统会自动把这些交易合并为一笔汇总记录，印在存折上，而不是逐笔列出所有明细。以邮局为例，官方资讯是未补登笔数累计达100笔，就会自动汇总成一笔资料登录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上次刷存折后发生了105笔交易，那下次再去补登时，存折上可能只会印出2笔汇总记录，代表中间这100多笔细节已被浓缩了。很多民营银行的做法也类似，比如台湾银行据称门槛是104笔。这种自动浓缩其实是为了节省存折页面，不至于一次打印几十页给你，但结果就是你的存折上不会显示所有细节。有人可能想，没关系啊，反正现在网络银行可以查明细，不看存折也一样。平常查询当然可以靠网银 App， 但网银提供的历史明细查询往往有限制。通常各家银行的网络系统只能查最近几个月到1年内的交易记录。以某些银行为例，网银或行动银行可查近半年或1年内的资料。如果超过这段时间，你在 App 上可能就查不到更早的记录了。邮局的网络邮局则提供汇出1年内交易明细的功能，但要用电脑网页版操作，手机 App 则无法汇出更长期的清单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1年多都没刷存折，那超过1年的那些交易记录，光靠自己在家是查不到的。平时或许无所谓，但关键时刻一到就尴尬了。什么是关键时刻呢？想象一下，你正在办理房贷，银行要你提供过去半年的财力证明，或者你申请签证需要提交银行流水，又或者牵涉法律诉讼，你得证明某笔款项的进出，甚至申请政府补助也常要求银行交易明细。这种情况下，一本完整补登的存折就是最直接有力的证明文件。存折上的每一笔交易都有银行盖章认可，在法律上具有高度证明力。反之，如果你的存折多年没更新，打开一看只有 N 年前的老旧记录，最近几年的资料缺失不全，你能交出去吗？你或许想用网银截图或列印电子对账单代替，但对方单位可能不接受没有银行章的截图纸，最后你只好亲自跑银行柜台，花钱请行员调阅交易明细。具有经验的银行行员分享，如果交易超过1年没有印在存折上，就只能到柜台申请调阅历史资料，而且通常每申请一个账户，一次收费新台币100元。资料还不一定能立等可取，因为超过一定期间，比如1年以上的明细，可能已经封存归档，需要总行或资料中心协助调出，所以你很可能得跑2趟，先申请交钱，等通知再领取资料，平白花时间精力。更麻烦的是，银行数位资料的保存年限有限，有行员提到，电脑系统的交易记录通常只保留15年左右，更久以前的资料很多，银行未必还留存。如果有一天你想查20年前账户的一笔款项给了谁，那除了翻找你当年的存折，可能真是无解。有人分享真实案例，一位民众的父亲过世后，家属想确认多年前一笔汇款的对象，结果银行系统已经查不到那么久远的记录。最后幸好找到老先生保存完好的旧存折，上面清清楚楚盖着章，列着明细，这才把资金流向搞清楚。试想，如果没有那本存折，这笔款项的来龙去脉恐怕就成悬案了。听到这里，你大概明白为什么专家们建议还是要定期补登存折。平时我们用不到存折，不觉得它重要，可一旦遇到要证明财力、对账争议、
历史查询等情形。存折记录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是电子记录无可取代的，就像是一份经过银行背书的财务日记，关键时刻比我们手机上的冷冰冰数据更有说服力。而且养成定期刷存折的习惯，也不会花你多少时间，或许每隔几个月顺路去银行、邮局，把存折插进补登机器，嘟嘟两下，最新的交易记录就都印上去了。一来这样资料完整保存，二来万一超过100笔系统汇总了，你也能尽早发现并拿到详细明细。其实就算被汇总成一笔，你也能马上请行员帮你列印汇总区间内的明细，通常当下就能取得，不用等太久。更现实一点，假如未来真的要办理什么业务需要存折记录，你手上的存折更新到最新，银本直接拿出来就能用，省去临时抱佛脚的困扰。可能有人会问，现在金融业者不是慢慢在淘汰存折吗？确实，有些数位银行已经没有实体存折，全靠电子对账，但传统大型银行和邮局短期内存折还不会消失。尤其台湾民众对存折有感情，觉得拿到一本本存折像存款有了凭据，非常安心。对年长一辈而言，每次补登存折看到存款数字往上跳，是理财生活的一部分。对年轻人来说，或许是可有可无的累赘，但真到了要跟银行打交道的时候，你就会庆幸有它在手。与其等事情发生才懊悔，不如平常就把该做的功课做好，定期补登存折，就当给自己的财务留一手备份吧。总的来说，我们今天讨论的2件事，一新一旧看似无关，其实都提醒我们在理财上不能掉以轻心。邮局缩减线上转定存额度，点出的是金融机构策略的改变，利率环境、资金成本的考量，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理财的小便利。我们要随时注意这类新规，及时调整自己的习惯，才能避免利益受损。而多年未补登的存折，则反映出数位时代的双面刃，方便归方便，但纸本记录的权威性短时间内难以被完全取代。那本被遗忘在抽屉角落的存折，也许某天会成为你的救星，提供关键证明。千万别等需要时才发现早已来不及补登。理财的世界里，细节往往决定成败。从邮局这项新制，我们学到别让自己的钱睡懒觉，必要时愿意多跑路，才能抓住该拿的利息。从存折补登的重要，我们体会到传统方式依然有它独到的价值。未雨绸缪，才能临危不乱。或许今晚你不妨检视一下自己的财务习惯。手机银行虽好用，但大笔资金的调度是否还顺利？存折很久没刷，里面的交易是否该更新留档？只要花点时间，你就能为未来省下更多麻烦。让我们做一个聪明的现代储户，既掌握线上工具的便利，也不忘线下传统的保障。毕竟无论时代怎么变，精明理财的核心不变，掌握资讯，善用制度，保护好自己的每一分钱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带给你实用又有趣的观点。